这个男主有点悲催，出了一场车祸，结果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，且一天两次不停地魂穿到别人的身体。故事要从一场车祸说起。男主在车祸醒来，看着车上反光板中的自己，他觉得很陌生。旁边除了一辆被撞烂的车，还有一个专捡车祸现场行车记录仪的流浪汉。不过流浪汉也没白拿他东西，顺手帮他叫了救护车。在医院里，男主对警察的调查一问三不知，他身上仅有几张韩币及一张公寓房卡。为了弄清身份，男主来到公寓找线索，看着房里的一切及镜中的自己，他什么也没想起来。他翻阅桌上一堆账单，看到池哲正的名字，难道他叫池哲正吗？他还没找出答案，这时墙上的时钟指着12点，他的身体突然转移到咖啡厅，并且脑海里呈现出一些奇怪的画面。对面的大姐关心地问他怎么了，男主大吓一跳，逃离咖啡厅。借着玻璃门的映响，他发现自己身体模样全变了。男主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难道他灵魂穿越了吗？为了搞清楚真相，他决定再去公寓走一趟。在这里，他遇到池哲正，他正准备上前问情况，结果池哲正被一辆车撞倒，强拽上车。无奈，男主只好从自身找线索。他在口袋里发现一张工作证，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是快递公司的朴部长。为了不让同事起疑，男主悻悻地离开公司，他无处可去，一个人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到了晚上，他遇到昨晚那个流浪汉，默默跟着他到流浪汉聚集地，但流浪汉并不认识变脸的男主，正准备一锅砸下去。男主一脸淡定地告诉流浪汉，他是昨晚车祸现场的那个人，并说出昨晚流浪汉的穿着打扮，只是不知为何灵魂转移到这具身体上。流浪汉第一次遇到这种荒唐事，不仅耐心开导男主，还拿出珍藏的火腿分给他享用。流浪汉虽然四海为家，但心胸开阔，他告诉男主， 모르면 처음으로 돌아가. 그래야 또 우리가 어디로 가는지도 알 수가 있는 거거든. 男主听后还没好好消化，灵魂又穿越到另一个位置，周围是一间密不透风的密室。此时他坐在沙发上，地上跪着的人正是中午被抓的池哲正。男主吓了一跳，赶忙找借口离开。等他出来，才发现这里是一家会所。服务员见到他都毕恭毕敬。他进入一间挂着正在修理牌子的卫生间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果然又换了一具身体。此时卫生间里一对男女正激情地打扑克。见门外声响，混混刘海南嘴里骂骂咧咧，但开门后见到男主，瞬间怂了样。原来男主现在附身的是他们的朴老大。男主看了看手表，发现时间刚过凌晨12点。这么说来，他一天两次魂穿，时间都卡在12点。这时他回想起流浪汉那句于是他决定寻找车祸现场的那辆车。在车里，他发现一张短发妹的照片。天亮后，他通过照片上的背景找到一家教堂。机智如他，短发妹出现了，只不过短发妹对他并不友好，不由分说直接拿枪抵着他，质问他江里安在哪里。但失忆的男主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哪里会认识什么江里安？他拿出短发妹照片，想请他帮忙找回记忆，并趁他失神之际反手抢了枪。但短发妹也不上当，见有外人进来，直接将男主打倒，逃出教堂。等男主追出来后，短发妹已经不见踪影，男主只好再回到会所找答案。他见到昨晚在卫生间与刘海南打扑克的女人，女人惧怕男主现在的身份，亲自开车送他到一家民房找到刘海南。男主从刘海南的口中得知短发妹名叫真雅，还问出他的家庭住址。正当男主准备再问点东西时，发现那屋里吊死了一个男人，这男人正是他第一次附身的池哲正。男主吓得踉跄了几步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他又魂穿到另一具身体上了。他赶忙记下地址并迅速前往。与此同时，被男主第二次附身的朴部长正急促地赶往物流公司。原来在物流公司的内部有一个警方的秘密基地，朴老大、朴部长的真实身份都是警察高级干部。此时他们通过监控发现男主的行踪。原来男主现在魂穿的男人是老林，老林曾也是缉毒刑警，却在一次缉毒行动中发现毒品丢失一部分，现场找到老林的打火机，因此他被怀疑是内鬼而被通缉。现在男主顶着他的身体出现在公共场合，自然受到他们的关注。通过朴部长等人的对话中，我们得知除了老林，警队里还有江里安、真雅也失踪了。朴部长给下属下达死命令，要尽快找出这三人。另一边，男主顺利找到真雅的住所，看着杂乱的房间，一定是有人捷足先登了。男主在抽屉里发现江里安驾照及一本相册，通过这些线索，他发现近期魂穿的这几个人都认识江里安。那么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江里安呢？男主还没想出答案，真雅回来了，并且发现房间的异常。
躲在阳台上的男主还以为被发现行踪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冲出一个男人与真雅扭打在一起。真雅实力不济，很快落入下风。男主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扔出一个花盆砸中男人，上演一段英雄救美。不过很快男人又来了一个帮手刘海南，真雅被刘海南打得伤痕累累。两人见打不过，见机就逃，开着抢来的车一路狂奔。在车上，男主向真雅解释自己魂穿的事。 내가 지금 다른 사람 몸에 들어와 있는 건데 근데 이게 자꾸 바뀌어요. 하루에 2번, 밤 12시, 난 12시 계속 누군가로 바뀌고 있어요. 并表示他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江里安，但真雅哪里会信这种鬼话，还大骂江里安就是被他老林害的。说完，愤愤地下了车。男主真是秀才遇上兵啊，没办法，还是自己去查吧。他见在后头追逐他的刘海南正被警察调查，偷偷从后门上了他的车，并持螺丝刀威胁刘海南说出江里安的真相。 刘海南迫于威胁说出江里安最后是被池哲正扛走的，但目前无人知道藏在哪里。男主下车后直接找到流浪汉，他想找到出事时行车记录仪，不过记录仪早被流浪汉卖了。两人找到回收记录仪的商店，老板也是够黑，开口200万。男主二话不说就是刷卡，估计他内心在 OS， 反正不是我的钱。但也因为男主借着老林的身体刷卡暴露了行踪，警方领导立即派人前来抓捕。 所幸男主在关键时刻从一堆内存卡找到他车上的那张。正如刘海南所说，江里安身体最终是被池哲正扛走的，但还没等他细查，警方的人马已经赶到了。男主见情况紧急，将内存卡放入流浪汉口袋，两人分队逃跑。最终两人还是因体力不济双双被抓。不过虽然男主占据的老林身体被抓，他却能在12点魂穿在另一个人身上。这一次男主魂穿到刘海南身上，此时他们正在追捕镇雅。 男主见事情不妙，故意将车子撞上匝道，趁着一旁的油头男昏迷，他赶紧冲到他们的秘密会所。仗着刘海南的身份，他轻松进到密室。眼看流浪汉就要顶不住了，男主自告奋勇，表示处理流浪汉的事情交给他就好了。流浪汉并没有认出变脸的男主，苦苦求饶求放过。当男主说出只有他两人知道的香肠时，流浪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两人总算有惊无险逃脱。男主重新审视记录仪的视频。 跟在车子的走向，他猜出身体的所在位是在偏远郊区的一家黑诊所。与此同时，真雅也通过调查得知这个位置。朴老大等人也从老林这里审出消息。就此，三方人马将在黑诊所附近第一次碰撞。历经万难，男主终于在一扇铁门后面的诊所里发现自己的身体。他用手轻轻抚摸，灵魂与身体的触碰让他记忆涌现。原来他真的是江里安，在他出事前夕参与一次缉毒行动，但现场的新型毒品却无故消失了一部分。 因为现场发现老林的打火机，且老林在案发后无故失踪，于是警方猜测老林与此事有关。毕竟丢失的这部分毒品价值6亿韩元，这种新型毒品能让人灵魂与身体分离且短暂失去记忆。江里安与老林是朋友，于是偷偷去会见老林了解情况。老林将一个 U 盘交给江里安，他查到一些有用线索，但正义感爆棚的江里安却认为老林应该回警局配合调查，于是将他的行踪透露给警方。就此，老林被警方带走。 等江里安回到家，发现 U 盘的内容竟是朴老大等人枪杀毒贩、私吞毒品的影像。但江里安后悔都晚了。此时，朴老大正用真雅的手机给他打来电话，真雅被绑架了。江里安单枪匹马前往，但空拳难敌四手，江里安被按倒在地上。他们强行给他注入那款新型毒品，并强迫他开枪打死真雅，制造他吸毒过量失手打死真雅并自尽的假象。但江里安太爱真雅了，他强撑着仅存的意志将枪偏离半分。朴老大并不打算放过他们。 一计不行就来2计，江里安意识逐渐模糊不清。这时意外发生了，江里安灵魂穿越到在场的池哲正，不仅救了真雅，还将江里安身体扛到安全的地方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最后是池哲正扛走他身体的人。男主会想到这些过往，伤心的流下眼泪。这时屋外传来车声，是朴老大与真雅2匹人马赶来了。男主自知打不过，便将 U 盘及自己的身体交给流浪汉。在一场混战中，男主被朴老大抓获打晕，扔到车上。 而真雅也被朴老大强行带到会所，在这里，朴老大因为与朴部长有言语上的冲突，朴老大一枪就将朴部长干倒。看到这里，我就想，反派这么玩不死也怪了。而男主这边醒来后，发现被锁在车里，眼见车子要沉入水底，自己却无法挣脱。他见时间又快到12点了，于是将希望寄托在一旁的油头男。经过多次魂穿，男主已经掌握到规律了，他魂穿的对象正是当天迫害他的那些人。眼下只剩下油头男没有被魂穿了。 就此，在男主的协助下，油头男成功上岸。通过他的眼神，我们就看出男主魂穿成功了。男主单枪匹马来到会所，与现场的保镖一阵厮杀。此时，朴老大正与日本女大佬进行毒品交易，因为男主扰乱他们的合作进程，引起女大佬的不满，对着朴老大破口大骂。朴老大忍不下这口气，
将女大佬及现场的罗罗一枪打倒。朴老大这时候估计是破罐破摔吧，甚至将自己的部下全盘消灭。最后现场只剩下朴老大、男主、真雅3人。朴老大从男主的行为就猜出他不是身体本人，两人从枪战打到肉搏，最终体力耗尽瘫倒在地。这时朴老大强撑最后一口气，一刀插进男主的胸膛，他这是要将今天的过错全推卸给男主。没曾想真雅捡起地上的枪将他打倒了，男主所占的身体也因伤势过重渐渐没了气息。你以为男主就这样死了？才不，因为男主的身体正被流浪汉细心保护着。故事的最后，真雅接受警方的调查，警方好奇地问： 왜 이놈 저놈 다 너를 살리려고 이렇게 난리를 친지 도무지 이해가 안 간단 말이야. 이놈 저놈 아닙니다. 또 한 사람이에요. 而一直躺在病床上的男主身体突然有了动静。至此，故事结束。以上就是灵魂脱离者的故事。接着，奇幻的故事讲述了一段真爱。不得不说，韩国电影真敢拍，黑吃黑讽刺意味十足。